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间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啦。欢迎新朋友进入直播间，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。看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好的，谢谢确认。那么在进入今天直播之前，我先说一个预告，就是下周的直播，下周开始的直播，时间又改了，因为这个周末欧洲就进入夏令时了，所以说下周开始我们的直播又变回到11点半开始了，在这里做一下提醒，在这里做一个预告。好的，我们赶紧来说一下现在这个标普指数，先说一下日线，这个日线现在走的已经非常难看了，对吧？我们之前说过。日线的话，你就盯着这个5天均线，5天均线现在就是这个日线的生命线，只要不能够有效站上这个5天均线，你就不能做多。什么叫有效站上呢？就是这个5天均线呢，传统理论有效站上某一个位置需要3天或3个交易日。如果说你看的周期是日线的话，比如说这里它是出现过站上这个5天均线的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它3个交易日都在5天均线之上，才能说它有效站上5天均线。所以现在只要不出现3天都在5天均线之上这种情况，你就不能做多，也就是说没有转折的可能性。所以说现在5天均线就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生命线，那么现在一直被这个5天均线压制着。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条线一直压制着向下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现在做多的话就是想要获利的话非常难，所以说你可以不做，你可以不去做交易，但是不要逆着交易，逆着这个趋势去做。现在做多就是这个逆势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快门那个 MACD 也是非常恶劣的一个状态，张口越来越大，然后柱子的面积也没有见缩小。高度也没有见那个收短，所以说所有的指标都告诉我们现在空头主导。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啊，有点被这个特朗普的这个 Taco 也好，还有说伊朗那边的消息左右。但是呢，我们做交易，消息是一方面，之所以关注特朗普。他的很多那个消息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也是合力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分力的力量相对的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才要这个关注特朗普的一些言论。之前是多关注美联储的一些言论，现在美联储有点比较低调了，或者说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通胀。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已经被美国、以色列、伊朗这个战争被那个地缘政治已经主导了，现在对吧？市场是最关注这个事情，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会多关注一下特朗普的言论。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合力的表达。特朗普只是这个合力的其中一个分力，伊朗他们也是一个分力，对吧？各个方面都是分力，但是我们只关注合力的表达。但现在合力表达的就是空头强，所以说不能因为特朗普的某一个言论你就兴奋了，或者说怎样了，转折了，taco了，但是市场并不买账。市场不买账的话，那你光有好的消息出来也没有用啊。所以说现在做多就是逆势，你可以不做。可以不去交易，但是也不要去做多，或者说有反弹先减仓，这是我的一贯的这个就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建议。我们赶紧来看一下，这个日线上第3笔，因为日线上现在是一个123的状态，这个3现在不背驰，已经不背驰了，我们已经比较过多少次了。那么再复习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说它不背驰呢？因为它已经早就跌破了这个等比例的这个6725这个位置了，6725是我们之前盯的一个位置，现在早就在6725之下了，所以说这个3跟1比较是不背驰的。那么你不背驰，那就可以一直跌，可以一直阴跌，你不知道它能跌多久。你说我能不能够预测到它是到某一个位置是到6000呢，还是到5800能停那个这个3结束啊？不知道，预测不了。
所以说，只能去跟。那么怎么跟呢？就是看它更小周期，现在结构饱满度。那么我这个高量这段就是现在看的是1小时，我把这个5天均线先给它去掉，因为这个在其他周期上5天均线稍微有点乱，在大周期上可以把这个5周均线呢、5天均线加上，但是小周期的话可以去掉。在1小时上，我们看这个结构，这里有一个大中枢 A， 这里又做了一个小中枢 B， 两个中枢的级别相同的，现在是升级了，这出现一个扩张的一个大中枢，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。我第二个中枢画法有点特殊，正常画的话是取高低点来画，就是这样画。但是呢，它这个高点在6651这一段不够一笔，所以我画到次高点6633这个位置。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，这是进入段，然后这是2次反弹确认，然后这是离开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就是说，只要这个结构出来以后，你可以根据缠论的一个多异性来。不是每一个划分都是要高低点划分，高低点划分只是一个简便方法，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用这个次高点或次低点来画都可以。不管怎么样吧，现在就是这个一个大升级的这么一个扩张之后的中枢，现在是往下走。那么针对第二个中枢小中枢的话，它也是在走它的离开段，然后这是进入段，那你也会发现也没有背驰啊。就即使是在1小时上这一段也没有出现背驰，这个 MACD 的这个快面线伸长，柱子的面积跟前面这个比都没有缩减的迹象。然后我们最后再看这个小中枢的离开，我们看它内部的结构，30分钟没有结构，15分钟没有结构，5分钟带结构了。5分钟上这里有个大中枢，上面有一个中枢，这是5分钟的第一个中枢。那么下面这个中枢现在一直没出来。就第二个中枢一直没出来，在5分钟上都没出来，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浪形的往下杀，然后现在还出现了又杀到了一个低点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又出了一个新低了。现在我们看的是一个实际的图形，就是现在在走呢，一个 live 的一个图形，又出现一个低点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它从这个5分钟上跌下来之后，这里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走了一个7，5分钟上走了一个小7浪。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缠论里面，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有一个7浪衰竭和一个9浪衰竭的这个结构呢？这个也不是我总结的，对吧？这里还有一个应该是9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好像是个9浪，这是一个1、2，然后3、4、5、6、7，这是7，但是呢，这里也有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可以是9。在5分钟上出现一个9浪的一个下跌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直在以这种模式下跌，就这种模式一直没有被打破，所以说也说明你的多头一直没出来。我们说的是在小周期上你就不要去看什么模型了，小周期你要找它的动能转换，多空动能转换，就是尤其在5分钟上和1分钟上。什么叫多空动能转换呢？就是在5分钟上我这里有中枢，我必须要出现强势表达突破这个中枢，甚至跳空缺口站上去，然后一个回撤不回来，这才叫多头强势表达。你一直出低点，怎么可能有多头出来呢？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去做多。所以说，在小周期上就要看多空动能，不要去看那个模型了。好的，不管怎么讲吧，现在就是谨慎做多，有反弹先减仓，有能力去做空，但是也不要追空，对吧？你可以做每一个反弹嘛，每一个反弹去做空它都不会太差，你不要追空它，它已经出了低点了，你到这个位置做空，那正好一个反弹，你正好就被闷在里面了，对吧？就是做空的话也不要去追空，而是去顺着它这个交易，每次反弹的时候去做空或者是减仓。好的，这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，因为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，给大家做一个提醒。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，刚好有一个叫这个赵朋友刚好问了一个标普指数，所以说我们正好分析了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秦朋友问的一个 Net， 这个应该是一个网络安全的，还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这个股票？还是一个做这个云的？我们简单看一下吧。它是主要是做网络安全的。然后呢，它在这个，但是现在它的问题是估值偏高了，已经估值偏高。还有就是大客户的增长现在放缓了。那么
现在就看它这个主要还看市场关注度，就是它的这个市场营收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。我们之前好分析过，但是并没有去跟它。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这个结构，这是在月线上的有这么一个大结构。那么你看它的月线就相对简单了，对吧？这是起涨点，然后一个大中枢，然后一个离开，这就很简单，这个结构已经很清晰了。那么还有一次有效回落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有效回落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，如果说你从高低点画的话，它这个只有4个月的回落，不够一笔。但是你用这个次高点画的话，它又够一笔。所以说，在当下交易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把这个当成一个月线的300，当成一个月线的300，然后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大的底分型，对吧？可以这么来交易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先把它当成一个月线300，因为你画的是用这个次高点画，它是够一笔回落的。如果说你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回撤的话，也刚好是在0.5一个关键的位置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位置你假设它是一个月线300，然后以这个假设，我们一直说做交易就是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怎么求证呢？就是拿你的仓位求证，因为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有可能亏损，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避开这个风险。所谓的什么这个风险那个风险都不能够避开，你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你的仓位。所以说你看到了这个300潜在的这个300，你就要用仓位去试。那么现在月线上是有这个底分型了，我们看一下其他周期的能不能够把这个底分型给打掉。如果打不掉的话，那么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月线的上涨一笔，有可能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。如果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的话，就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也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就2个中枢，看它是不是可以再打一个 C 段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从大周期上先要分析它的结构，就是大周期上可以去找这个模型来对应，而在小周期上你就不能够用模型了。那么在大周期上，它这个是我们把这一笔当成一个月线的一笔回落。这个最低点，那么在周线上的话不够一笔，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一个结构出来。日线上这个结构就相对的比较清晰了，这是最高点下来之后，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，对吧？然后现在突破这个中枢，然后又回荡，这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必须有强势的状态出来，你才能够假设它出现了一个转折，但是这个中枢应该在这里，对吧？这就是进入段，然后开始在这震，然后，但是它这一笔上涨只有4段也没有关系，画成一笔先，然后在这里看它在这震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段上去之后又回来10段了，所以现在它还没有脱离整体，还没有脱离这个日线这个中枢，但是有希望出现这个日线的一个2买，这个是日1买的话，对吧？那么就以这种方式来形成周线上的一笔。或者再回来再往上走，以这种结构看能不能够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月线上上涨一笔。所以这里是一个潜在的一个2买的一个状态，我们测一下它的回撤，刚好到0.382，回撤很浅，而且刚好踩到了，你看它这个均线踩得非常准，踩到了这个200天和120天交叉的这个位置，而且 MACD 都在0周以上，所以这个票单独从图形上来看的话，现在是一个还算挺好的一个状态，跟挺好的一个票，跟其他的股票比的话，都可能都在这个中枢下面的，它起码在中枢上面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2买的位置，但是你也可以等一个底分型出来，毕竟现在可能大环境不好的话，个股也会跟着震，所以说你可以等一个底分型出来之后，它有可能到这个中枢的中轨这里，对吧？这个中枢是有一个中轨的，如果说踩一下中轨，或者说给一个比如说一个单 K 反转的状态，什么叫单 K 反转呢？比如说出现一个这个下影线非常长的这么一个 K 线的话，对吧？出现这种单 K 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大胆的进一点，毕竟它是有希望出现一个2买，这里出现一个2买的状态，然后再打高点的，所以这个位置是可以盯着去，看它后期能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，可以进仓位了。但现在可以再等一下，可以再等一天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周5了，看下周能不能有这次机会。但是如果说今天能够快速拉回来的话，比如说收一个十字星的话，那你也可以进，因为这就是强势表达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可以收盘之前看一下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 Net。我们再看这个 Sherry 朋友问了微软，最近这个7大的这个科技7姐妹啊，除了苹果以外，其他的跌都挺狠。谷歌可能跌的稍微也差一点，
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形，这是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备注，它在周线上一直是一个3浪下跌，这就跟我们刚才看那个标普就一样了。标普那个是日线3浪一直不背驰，那么微软的话就是这个周线的3一直不背驰，对吧？那其实那个方法是一样，图形不一样，但是方法一样，图形周期也不一样，但是方法还是一样。就是你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一样的，我该怎么操作，我该怎么进，这个是一样的。虽然说你分析的标的不一样，周期不一样，但是理论是一样。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。所谓的缠论什么？就是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所谓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就是你大的也能去这个观测，小的也能观测。所以说它是通用的一个法则，通用的这么一套方法。那么你只要学会了，任何的图形都可以分析的。那么现在就是这个3。微软的这个3什么时候结束？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小周期。日线上，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，然后一直下来，3脉在这里出现了一个3脉之后，又继续下。所以说日线上现在还在走背驰段，潜在的这么一个背驰段。那么在日线上这个高量这段的话，就是有了 A 中枢了。但是这个 B 中枢还没出来，但是现在还在走这个背驰呢，这里有希望是出现一个背驰段。所谓背驰段就是这个123这3呢跟1比较是背驰了，所以这段就叫背驰段。那么有背驰段，但是不代表立刻转折呀，那就是背驰段的内部有没有饱满。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需要降低周期，看它的内部1小时上有没有这个出现它的背驰。那么在这里的话，这里有过1次反弹，2次反弹，然后不够明显，就这个上面这里可以算1个中枢的话，那么它还在走小 B 段，就在1小时上它也没有转折的迹象，对吧？所以说想要出现日线的这个结束，那么这个日线上这一笔内部要饱满，要结束，起码有2个中枢出来了，才有可能出现转折。那么这个转折你还要盯着什么呢？盯着这个位置，盯着381.71。如果说这个转折了，给你转折，但是碰不到381.71，还是有一段，就给你个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这个有可能结束，对吧？如果说能够碰到381.7的话，那就是上去了。这样的话，在这里再做中枢 ，A 中枢、B 中枢，出来 B 中枢了，也不代表就要往上走，它还可以在这里震。出了 B 中枢了，我可以继续在这里震，然后也可以继续下。如果说震到9段升级的话，它是可以继续下的，因为前面全变成进入段了，然后可以再次离开的。所以说，在没有转折迹象，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能转折？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中枢了，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，我们把这个类中枢给它画出来。什么情况下可以转折？就是这个一定要强，然后给一个300，这样。或者说是不强也行，我回去了，但是一个回踩中线，然后这个要强，这个3跟1比较要强，才有可能转折。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，连这段都没结束呢，连这段都没有可能结束呢。所以说，想要进它的话，你要是想捞底的话，就只能拿的仓位稍微小一点，毕竟它整体是偏空的状态下，你只能拿一点点的仓位来。但是如果说长期看好它，对吧？我们一直讲，我们是中长线的这个选择股票，然后利用一些小的这个级别做短差。如果说中长线看好的，但是中长线看好它，也不代表它一直在跌的情况下你要进，对吧？我们之前一直讲可以用这个分批进，比如说出现底分型了，我进一点；出现底分型了，我进一点。但是也只是3次啊。不是每跌一点你就进，每跌一点你就进，类似一个网格交易。比如说每个这个区间是5%的话，每跌5%你买一点，每跌5%买一点，你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持仓的成本慢慢这个降低，而不是说跌一点就买，跌一点你就买。那样的话，你除非你的兜特别深嘛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，它跌势特别凶的情况下，我也不进呢。不是说我中长线看好它我就要进。而是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，或者更低的价格，比如说打个比方，比它跌到300，它如果说真能跌到300的话，可能这个位置我可能会进一点。所以说不是说我中长线看好它，在短线图形没有走好的情况下，我就不顾一切的往里冲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要看到起码是日线上有出现底分型了，走好了，什么2个中枢了，饱满了，我才可能进。甚至是在它出现
B 中枢以后再进都来得及。所谓 B 中枢出现是这样，出现 B 中枢了，哎，我可以买二买，甚至再打低点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饱满了呀 ，A 中枢 B 中枢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利用这个微软的一个例子，因为毕竟它比较对我们想这个长期持有股票的这个朋友来说，这是其实比较一个典型的一种案例，因为你在这个中长线看好一只股票，但是它一直在跌，你好像就会慌，或者说不敢买了，这种情形其实是比较多的。毕竟这个虽然说中长线看好，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能出现什么情况。但是想买的话，不是不可以，而是说在什么位置买。好的，我们以这个为例子说的比较细，希望大家能够，我也在这里强调一下，我在这里不是喊单，我也没有能力给大家喊单，我只想这个传达一下这种思维方式，或者这种缠论的这种思维方式。你学会这种思维方式之后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进出了。毕竟我也不可能盯着某一只股票告诉你啊，这个位置该买了，那个位置该卖了，我也没有这种能力，我也没有这个时间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渠道。对吧？所以说我这个不是一个喊单的频道，而是跟大家分享缠论的一种思维方式。好的，这就是针对这个微软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7667朋友问了一个 CRWD。那么这个 CRWD 的话，是不是也是一个跟这个网络安全相关的这么一个公司啊？还是它也是？我们再简单看一下，它也有一些云服务的。它的主要业务是啥呢？就是在通过其云原生Falco 平台提供端点防护、威胁情报和一些云安全服务，也是跟那个我们刚才问那个秦朋友问的那个 Net 相关类似吧。今天我也看到它是在盘前出现了一个下跌，目前是跌了6%多哈，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刺激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。我们之前分析过这个。它这个图形在周线，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，它这个比较有特点，就是它是这个里出现过周线一个300，然后现在是跌破了300。我们当时分析过，是用同级别分解，还是用非同级别分解，还是用两种方法结合起来。所以说，同级别分解就是看中枢，那么它可以形成2个中枢之后再上去，但是2个中枢就是扩张了。如果用非同级别分解的话，就是以566.9断开。那么现在只关注566.9右侧这些，因为它已经出现跌破300的情况了，对吧？它现在是开始走这个右侧的一个结构。那么这个右侧的结构的话，现在也是出现了这个底分型，周线底分型是出现了。现在也没有跌破这个342.72之前的话，你不能说这一笔就出不来，对吧？这就2个可能性，你要么是再次跌破342.72，要么是往上走，突破这个452，突破452呢，就是这笔就有可能出来了。如果说跌破342.72，那就是前面这个下跌没结束，就是这个下跌延续，对吧？那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哪种可能性更大一点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。那么在日线上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结构了，我们把它补全，那么相当于出了2个中枢 ，A 中枢出来了，这里有一个 A 中枢，然后在这里又现在做了一个 B 中枢。然后2个中枢也是高低点有接触，一个扩张的大中枢。但是针对第2个中枢的话，它现在看它是不是要走离开，还是说要给个2买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但是现在起码是它跌破了这个中枢的下沿，现在是在中枢下面，而且是一个跳空缺口的状态。今天是带一个跳空缺口，然后这段直接跌到这个位置，就有可能再次跌破前面的低点了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内部结构，看一下它内部饱满度。现在看的是1小时，这里是从最高点下来的话一次反弹，然后这个反弹不够一笔，这里基本上就是小周期的这么有个中枢，所以说没有明显的出现饱满的结构。所谓明显出现饱满的结构，就是要看到2个大中枢出来，这里是有一个，对吧？但是第2个一直没出来啊，它可以是一直在走小 B 段。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它这里又出现了一堆 K 线，然后形成一个中枢跟它这个级别相同的，那有可能再打一个低点就结束了。就是现在是没有出现这个结构，那就是在走 B 呀，在走这个小 B 段。所以说也是一样，这个空头的力量太强，那么你要想我的建议是再出来个一个 B 之后我们再看，要不是出现一个
比如说可以买它的二买，什么情况呢？是我们做一个完全分类的分析，比如说在这里出现这种结构了，然后这里有中枢了，我可以每次买它这个回落，这个回落就是二买嘛，每次回落都是二买，因为它可以是出现这个二买之后趴上去，每次都可以，你不知道哪一次上去，就是每次出现二买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进场操作，然后可以止损就放在前面这个一买这里，对吧？如果说它出现了一个跌破前面那个一买，那相当于这个 ABC。就是123也可以，这是123，3出现背驰了，就买这个盘整背驰这个点位也可以，因为它可以在中枢在下面这里做中枢，对吧？也是一样，买每次的这个回落点也是买二买，所以说具体怎么出不知道，现在你可以等待它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之后再动，所以现在可以不动。如果说这个有仓位被套在里面的话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上面你有减仓位置的时候你没减的话，那现在你更不能动了。现在你一割肉，它有可能1小时就可能出现反弹，然后可能2次反弹做中枢。所以说，但是如果说你的能力或者你的盯盘或者你的时间能够做1小时的周期，当然可以参与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做不了的话，那你就看它大周期什么时候出现底分型了，我再看一下内部结构，用我们的双触发来分析一下，然后决定你是不是要进场做一下多，把这个成本降一降。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个342.72它得守得住，如果说守不住的话，那就是这段向下延续，那可能去200天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你看一下裸 K 的话，前面也是踩过一次200天，在这里踩过200周啊。踩过一次200周均线，是不是要踩到这里才可能出现大的反弹，然后再下？因为周线上现在只有一笔，它也可以周线了，给你一次大的反弹之后，再来一个123的3之后，才能结束这个周线上这个大周期月线上的一次这个大的回撤。那么它月线上的话还没有出现过，你看它这个月线上的这一笔还没结束呢。这是只有1、2、3、4，虽然说有5个月吧，但是因为这个第4个月的低点是最低的，所以说它完全是可以走一个月线的一笔回落的。那如果说你从月线回落的话，需要这个位置测，完全可以去329、330去整的话，甚至是去280，这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说，谨慎做多要谨慎，做多要谨慎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 CRWD。那么我们还有2分钟1分多钟的时间吧，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快速的这个我们可以再快速说一下。但我们来看一眼这个标普，你看它现在5分钟上是一个，我刚才已经数过了，是一个要么是可以算7或者是9都可以，但是我们有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的模型嘛，所以说现在你看它是又出现背驰之后出现反弹了，对吧？而且这个 MACD 不往下走了，所以这里也有希望做第2个中枢了。前面这里是 A 中枢，现在有希望再做5分钟的第2个中枢。这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标普这个来这个练习呀，5分钟这个周期足够练习了，拿一点点仓位，因为你把这种小周期的操作好了，然后再去操作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什么微软了，什么 CRWD 了，那个大周期方法是一样的呀，也是一样，我要在这里等中枢出来。然后看它，我可以尝试买它每个2买，然后这个止损就放在前面这个1买这个位置。如果说上去了，我当然继续拿；如果不维持，我当然可能就更那个有回撤，我反而敢买了，再加仓，然后看它是不是走第3段。如果说出现这个中枢之后，它又跌了一个低点，把这个打掉了，那可能我要买这个1买了，因为是2个中枢下来了。对吧？可能会去做1买的这个反弹，但是不论怎样讲，它都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周图形上，所以说你的仓位不能够放太多，你要有那种5分钟上可能那点今天的仓位都亏完的那种心态才能去做它，对吧？如果说你要用杠杆的话，你比如说你做一些期货之类的，那就做期指的话，你就更要控制这个止损了。所以说不是因为我出现2中枢了，我就不止损。不能这样，因为它可以出现3个中枢啊，它前面是出现过这种的，5分钟上是出现过3中枢下跌的，这里，而且出现过2次，这个就是5分钟3中枢下跌，你2个中枢没止损，但是我说的是你要做期指这些带杠杆的这些，你不止损的话就坏了，因为你有可能在第3个中枢它要转折的情况下，你被爆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如果说做期指对带杠杆的这些的话是一定要止损的，但是如果说你做的是现货 cash， 那有可能可以扛一扛，因为你的仓位比较小，你能够把那些进那点小仓位都舍得
亏没的话，那是可以扛一下，但是如果说做期指的话是不能扛的。好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了。再次提醒一下，从下周开始，我的直播时间又回到原来的11点半开始了，因为欧洲从这个周末又开始进入夏令时了，所以说我们又回到11点半，从下周开始。那么好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